女人去富豪家应聘女仆，裙子竟当场爆裂。为了遮住暴露的部位，女人以天气太热为借口，将外套脱下来并系在了腰间。而就在庆幸没有被女主人发现时，富豪老公走了过来，还有人没有在犹豫录用了看似朴实的路易莎，而他却不知道，今天竟是路易莎穿着最保守的一次。紧接着，女主人告诉他，你的工资很高，而工作内容仅仅是给我瘫痪的儿子谈心解闷。听后，路易莎的心里笑开了花，但当房门打开的一瞬间，她惊呆了。路易莎这才意识到这份工作并不容易，但当老板看见她撕裂的短裙时，竟奇迹般康复成了正常人。You appear to have a problem with your skirt. 原来刚才的丑态都是为了调戏她装出来的。第二天，老板看上去病得很重，本以为又是一个恶作剧，但当男护士为他脱去衣服进行排汗时，路易莎竟发现老板手腕上有自杀的痕迹。她不理解，老板明明已经坐拥亿万资产，为什么还要自寻短见？直到这一天，路易莎听见了威尔父母的争吵，她才知道老板将在6个月后执行安乐死。对青春下班后，路易莎向男朋友说起今天的事，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。男朋友不仅将其当作八卦来听，还好奇老板能不能生孩子。Of course you could have sex. It's just the girl would have to be on top. 而回到工作岗位，路易莎将支离破碎的相框重新拼好，但这无异于火上浇油。老板说：“难道你就没看懂是我故意摔碎的吗？”他这才把前女友的照片翻扣了起来。而面对老板对 Us. Not because I care about you or particularly enjoy your company, because I need the money. 从那以后，老板对她的态度便有了改观。而为了深入了解这个努力逗自己笑的女孩，老板邀请她一起观看《权力的游戏》。就在路易莎看得入迷时，威尔则在观察着路易莎的反应。看后，路易莎问他为什么红袍女巫选择了自杀，老板没有解释，而是小时候妈妈送给自己的。但遗憾的是再也买不到了。这天夜里，他们不仅有了共同的爱好，还分享了人生的遗憾。而在老板的肺炎恢复后，他好奇女孩的独特衣品到底从何而来。路易莎说她的梦想本是当一名服装设计师，但却因为家庭困难不得不放弃学业。听后，老板告诉路易莎，人只能活一次，你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的人生绽放光彩。而这句话也是路易莎想要对威尔说的，但路易莎能体会威尔的无助，威尔却理解不了因贫穷而辍学的辛酸。于是路易莎说，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凌乱的胡子吧。听后，老板竟提出由女孩亲自为他服务。路易莎小心翼翼，生怕弄伤老板。而随着胡子渐渐变少，一张阳光帅气的脸也终于重见天日。可即便他笑得如此灿烂，威尔心里的那片乌云却从未消散。这一天，安乐死诊所回复已经通过了老板的申请。路易莎知道后，感觉自己的努力都没有了意义，于是她茅塞顿开。她来到图书馆，如饥似渴地了解残疾人的需求，而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让老板死而无憾。路易莎还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。母亲拿到路易莎的遗愿清单，表示了赞同，并希望她能提前规划出一份日程表。威尔的父亲听后却表示反对。Let him do it for himself. Will needs to be allowed to feel like a man. 但走出家门的第一步，老板就此时老板的表情已经明显不悦。路易莎从没有听过这么高端大气的音乐，并被深深的感动了。而威尔却不时用余光看向身边的路易莎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找回了当男人的感觉。音乐会结束，明明都已经到家了，老板却不愿下车。他问起路易莎对音乐的感受，路易莎说就像是眼睛里进了沙子，而老板对此也深有同感。这一刻，两个人的内心交织在了一起。一般来说，这个时候男人都会亲吻身边的女孩。虽然威尔没有能力这么做，但他还是想在车里多待一会儿。后来，路易莎邀请老板参加自己的生日会，说男朋友和父母都想见见她。本以为老板会拒绝，但却出乎意料答应。在饭后，大家纷纷给路易莎送来礼物。男朋友的礼物本该是最特别的，但项链上印的却是男朋友自己的名字。紧接着，路易莎从袋子里掏出老板准备的礼物，包装的贴心程度就已经把男友打败了。更何况里面还是一条她梦寐以求的大黄蜂连裤袜。看见后，路易莎的眉毛都笑歪了。男朋友看到此情此景，醋意也更浓了。而生日结束后，老板看着路易莎被男友搂在怀里，竟开始使坏。Oh, you're a lucky man. She certainly gives a good bed bath. 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一句笑话，但对男朋友来说自己却成了笑柄了。威尔却说那是因为你没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 So where's better than this then? Paris. Place Dauphine, right by the Pont Neuf. Sitting outside a cafe with a strong coffee and warm croissant with unsalted butter and strawberry jam. So let's go. We could get on the Eurostar right now. You don't get it, Clark. I want to be in Paris as me. But pretty French girls give me the eye. I remember every sensation. I don't want those memories erased by the struggle to fit behind a table. 不仅是不想再遭到服务员和出租车司机的冷眼，而且巴黎还没有适合他轮椅的充电插座。路易莎听后也感觉怅然若失，老板的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同身受。自己虽然四肢健全，但却为生计所困。接下来，威尔说有一个地方他必须要去。Where? Alicia's wedding. Really? 再后就因为再次感染肺炎住进了医院。路易莎想要开个玩笑逗他开心，但威尔却连微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护工说他照顾威尔已经2年了，有时候威尔会在深夜嚎啕大哭。他说在梦里仍然能跑步滑雪，但是一觉醒来却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。或许死亡对威尔来说才是正确的决定。 That's his choice. But that was before. I want him to live, but only if he wants to live.
路易莎绝不能接受他选择安乐死，便说自己又策划了一场更为遥远的旅行。而为了保证威尔的身体状况，路易莎说这次你也必须参加。但路易莎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男朋友的底线。她说我们已经在一起7年多了，你和他才认识不到5个月。I'm sorry. 一句对不起已经说明了一切，而路易莎之所以这么果断，也是因为男友对自己的关心少得可怜。他们最后一次旅程的目的地是夏威夷，路易莎认为换个环境会让威尔转变心态。四肢健全的男护工负责体验各种项目，而路易莎和威尔只负责躺下来享受。到了傍晚，护工说马上就天黑了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不能让刚认识的女孩独自回家。听后，路易莎和威尔瞬间就明白了，知道对他来说今夜的缠绵肯定会非常美妙。而路易莎也再一次坐在了威尔的大腿上，然后深情拥吻了他。这一刻，路易莎以为威尔已经改变了主意，情到深处，威尔甚至坦白了自己的安乐死计划。I have to tell you something. I know about Switzerland. I have known for months. Listen, I know this is not how you would have chosen it. What? No, Cloud. You never saw me before. I can't be the kind of man who just accepts this. 路易莎试图说服威尔，并告诉他，因为遇见你，6个月的时间就让我仿佛变了一个人。但遗憾的是，威尔改变了路易莎，路易莎却没能改变威尔。威尔说，即便在一起，你也总有一天会厌倦我。路易莎则承诺这种事在他身上绝对不会发生。但威尔还是不愿意看到路易莎的后半生，只能在自己的轮椅旁边打转，或者看着面前一丝不挂的路易莎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Oh, God, Clark, if you had any idea what I want to do to you right now. When we get back, I'm going to Switzerland. 威尔请